有些狩猎不需要枪，茶匙搅动茶杯的声音就是扳机。我是赤明，今天带你们见证一场披着联姻外衣的意识围猎。当你听到茶匙搅动茶杯的声音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因为那可能是有人打算用茶杯催眠你，即使这个人是未来的丈母娘也不行。克里斯就被刚见面10分钟的准丈母娘给催眠了。原本这是他和女朋友父母的第一次见面，为此早上他还精心地做了一番准备。时间退回碰面前的6个小时，克里斯早早起床，开始精心打理自己。现在这位小有名气的黑人摄影师正在对着镜子洗漱，镜中的他完整而清晰。与此同时，他的白人女友罗斯正在购买早餐，橱窗玻璃映出他的面容，却仿佛在暗示他看到的不是人，而是商品。但是当克里斯往脸上涂抹白色护肤品时，不慎被割伤。或许当黑色皮肤试图融入白色时，伤害往往难以避免。罗斯带着早餐回到公寓，尽管已跻身中产阶级，这位年轻摄影师仍为肤色问题感到焦虑。他非常担心罗斯的家人会因为肤色问题不接受他，但善解人意的罗斯表明了他家的政治身份。原来他们一家都是民主党自由派，也就是第一位黑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坚定支持者。这句话语仿佛一剂良药，瞬间缓解了克里斯的紧张。早餐过后，这对情侣就踏上了返乡的旅程。行驶途中，克里斯习惯性地摸出香烟，却被罗斯以不容置疑的姿态没收。这份看似体贴的关心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天真的克里斯尚未察觉异样，阴影难耐的他拨通了好友罗德的电话。这位在运输安全局工作的老友，虽然对兄弟选择白人女友颇有微词，却依然选择尊重他的决定。挂断电话后，车内的欢声笑语突然被一声闷响打断。一头驯鹿如同黑色闪电般撞上引擎盖，两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喘息了良久才敢下车查看车子的损伤。两人小心翼翼地上前，诡异的是车身毫发无损，而垂死的鹿却发出近乎人类的凄厉哀嚎。这场景瞬间唤醒了克里斯最痛苦的记忆，母亲当年就死于一场肇事逃逸，年幼的他同样束手无策。执意报警的他很快等来了警察，却再次目睹罗斯强势介入。他像展示所有物般维护着克里斯，而警察面对白人姑娘的坚持，竟真的就此作罢。车窗外，森林景致飞速掠过，仿佛在进行着从文明到原始的空间穿越，也预示着这段旅程即将揭开的惊人真相。尽管身处支持奥巴马的兰州，当克里斯踏入罗斯父母的庄园大门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却是黑人园丁沃尔特·佝偻的身影。庄园门前的2根石柱上刻着诡异的符号，那形状竟与纳粹党卫军定居点的标记惊人相似，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为之。罗斯父母迪恩和米西热情洋溢地迎出门来，镜头却意味深长地定格在沃尔特身上，将这个隐形人强行推入画面中央。落座后的寒暄看似温馨，直到他们提起路上撞鹿的遭遇，迪恩突然压低嗓音，说出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他有意强调了自己不喜欢一样东西，就想把他们赶尽杀绝。老丈人的一番话好像有点用力过猛，所以在寒暄后，他就带着克里斯参观起了房子。庄园排列的有点过分有序，但其实在规整之下通常藏着混乱与爆发，这是隐藏在文明人外表下的压抑和冲动。同时，明明说了自己不喜欢鹿的迪恩，竟然在家里装饰了许多鹿头和鹿角标本。紧接着，迪恩又带着克里斯来到了一处照片墙，把他的父亲老阿米蒂奇指给他看，说老阿米蒂奇在1936年奥运会上输给了杰西·欧文斯，一个被他们称为来自丛林的非洲人。从此，老阿米蒂奇日日练习长跑。接着，迪恩轻描淡写地掠过了地下室的介绍，两人来到了厨房，碰到了在里面忙碌的乔治娜。克里斯第一时间就察觉出了不对劲，眼前的人完全不像自己平时接触的黑皮肤女人，而更像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保守白人。迪恩介绍着自己住所良好的私密性。有趣的是，阿米蒂奇这个姓氏就是隐士。克里斯故意打趣着家里的2个奇怪的黑人，但迪恩竟然一本正经地开口了。看他一脸正经又高傲的表情，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就是种族平等的代言人。参观完房子后，一家人重新围坐在一起闲聊。迪恩有意无意地问起克里斯的家庭，克里斯不得不再次面对那段回忆，早逝的父母，尤其是童年时丧生于车轮下的母亲。这是今天第2次被迫揭开这道伤疤。对面的米西脸上挂着得体的同情，手中的茶匙却轻轻敲了3下玻璃杯，那细微的声响像一根针，精准地刺进克里斯的记忆深处，仿佛在刻意烙下某种印记，又或是为这段噩梦设置一个隐秘的触发开关。迪恩的目光敏锐地落在克里斯微微颤抖的手指上，没错，他又想抽烟了。于是迪恩适时提议让米西为他安排戒烟心理治疗。克里斯勉强扯出一个笑容，婉拒了这个建议。话题转向罗斯祖父老阿米蒂奇的聚会。乔治娜悄无声息地走过来添水。当克里斯礼貌地道谢时，这个总是举止古怪的女人突然僵住了，
仿佛被什么唤醒。米西立刻察觉异样，动声色地支开了他。这时，罗斯的弟弟杰里米推门而入，加入了这场家庭聚会。晚餐开始时，气氛还算融洽。杰里米调侃着姐姐儿时的糗事，餐桌上笑声不断。然而，当米西暂时离席后，杰里米话锋一转，突然挑衅般地问克里斯是否喜欢综合格斗。空气骤然凝固，众人的表情微妙地僵住。但克里斯平静地接过了话题，坦言自己从小练习柔道。这个回答显然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黑人只会依靠蛮力，而克里斯的经历悄然撼动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杰里米的笑容变得僵硬，他猛地抓住克里斯的手臂，摆出柔道投击的起手式。克里斯反应极快，反手准备一记单臂前指。两人对峙的瞬间，米西适时出现，打断了这场蓄势待发的冲突。这个自称自由派、支持奥巴马的古老家族，为何小儿子会对一个黑人客人展露如此敌意？为何父母总在最后一刻才出手干预？疑点如蛛网般蔓延，而迪恩和米西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在此后的日子里，杰里米几乎再未露面。深夜的安德烈独自闯入了一个白人社区，他本打算跟着导航找到与朋友约定的地点，可导航却将他引向了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午夜的郊区寂静的可怕，安德烈正焦急地寻找着出路。突然，一辆白色轿车无声无息地停在了他身旁，车载音响缓缓流淌出一首年代久远的老歌。察觉到气氛诡异的安德烈瞬间慌了手脚，他转身就要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可惜已经太迟了。一阵刺眼的电光闪过，他的身体重重倒在了冰冷的地面上。镜头最后定格在他那张因恐惧而扭曲的面容上。白色轿车缓缓驶离现场，微弱的喘息和求救声渐渐消散在月光如水的夜色中，最终归于死寂。深夜，克里斯在床上辗转反侧，白天那只受伤的鹿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好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自从来到这座房子，他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凝视，仿佛暗处有无数双眼睛窥视着他，令他脊背发凉。他猛地坐起身，警觉地将床头的玩具扭转方向，紧接着他的目光转向罗斯的壁橱，壁橱的门静静敞开着，黑暗从缝隙中渗出。如果他再靠近一步，或许就能揭开所有谜团。但他最终只是烦躁地起身，决定溜出去抽支烟。然而在外面等待他的是一些本不该存在的东西。午夜的寂静被突兀打破，乔治娜和沃尔特如幽灵般出现在他面前，两个本该沉睡的人此刻直挺挺地出现在黑暗中，毫无预兆地截住了他的去路。克里斯被这诡异的对峙惊得后退一步，匆忙返回屋内，却正好撞见等候多时的米西。他曾在晚餐时信誓旦旦说要戒烟，此刻被抓个正着，连推脱的余地都没有。米西的苏醒时机精准的可疑，难道这一家人都习惯在深夜活动？米西微笑着示意他坐下，闲聊中逐渐将话题引向催眠治疗。克里斯心知肚明他的意图，却自信能抵抗这种心理暗示，直到他开始暗示他的童年创伤。在插翅的清脆声响中，克里斯的意识逐渐抽离了，他陷入了医学上称为解离的状态，失去了对身体动作和语言的控制，只能沉默地旁观自己的躯壳。这或许与小克里斯童年时目睹母亲垂死却无能为力的创伤有关。就在他深陷沉默之地苦苦挣扎时，米西缓步走近，轻轻合上了他的双眼。克里斯猛地从床上惊醒，仿佛昨夜经历的一切只是场噩梦。浴室传来罗斯淋浴的水声，他注意到床头柜上的手机，他充了一整夜电，可电量却丝毫未增。这个异常并未引起他太多警觉，他只是草草看了眼罗德发来的消息，决定趁清晨去乡间采风。院子里他又遇见了乔治娜，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诡异的自恋姿态，仿佛永远沉浸在对自我身体的迷恋中。发现克里斯后，他迟缓地转过头，而克里斯慌忙举起相机假装取景。他忽然捕捉到正在干活的沃尔特，克里斯走上前，试图用黑人间的默契打开话题，但沃尔特的反应令他毛骨悚然。这个所谓的同胞和乔治娜一样怪异，完全不同于他认知中的任何黑人。沃尔特解释说自己昨晚在练习夜跑，这证实了昨夜并非梦境。但为什么要深夜跑步？是什么执念驱使他这样做？更令克里斯不安的是，他发现自己确实开始烟雾烟味。昨晚的催眠治疗显然生效了。回到房间，克里斯向女友描述沃尔特的异常，将其误解为针对自己的敌意。疑团越积越多，逻辑却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突然，引擎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一列黑色轿车鱼贯驶入庄园，白人聚会开始了。然而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本该是园丁的沃尔特，此刻竟以主人姿态上前迎宾。难道这个黑人才是庄园真正的主人？聚会中，罗斯带着克里斯在人群中穿梭，脸上挂着城市化的微笑。他们遇见的每个白人都遵循着相同的社交剧本，先是微妙的冒犯性开场，继而强行展开关于黑人话题的尴尬对话。但他们的兴趣好像都在克里斯的身体上。克里斯无法忍受成为全场白人的焦点，找了个理由离开人群。他举起相机假装拍摄，
却在取景框里发现了一个异样的存在。在这片令人窒息的白人海洋中，他竟然发现了另一个黑人。克里斯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快步上前，却在看清对方时猛然刹住脚步。这个看似年轻的黑人男子，举止间却透着不符年龄的苍老，整个人散发着诡异的割裂感。更令人不安的是，派对上所有黑人都与白人相处的异常融洽，仿佛某种扭曲的共生关系。正当克里斯茫然四顾时，一位盲人老者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位自称美术馆老板的老人向他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睿智与亲和。短暂交谈后，克里斯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对白人太过敏感。告别盲人后，克里斯转身上楼，他没注意到身后所有交谈声都突然静止，无数双眼睛正暗中注视着他的背影。他回到了房间里，却发现手机插头再次被拔掉。克里斯向罗斯怀疑是乔治娜在搞鬼，却被罗斯轻描淡写的敷衍过去。他只好打给好友罗德，倾诉聚会的压抑和被催眠的经历。电话那头的罗德立即警觉起来，凭借敏锐的直觉，他拼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推论。没想到看似荒诞的想法，到最后竟然被一一证实了。挂断电话，乔治娜如幽灵般出现在门口。克里斯身后墙上的海报若隐若现地写着“克里斯已死”。两人的对话逐渐走向恐怖。乔治娜不仅行为反常，言语间更透露出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痕迹。疑窦丛生的克里斯决定下楼调查，却被迪恩拦住，介绍给他的白人朋友们。情急之下，克里斯拉过那个举止割裂的黑人男子挡枪，却在偷拍时不小心触发了闪光灯。刹那间，男子像被按下开关般暴起，一边嘶吼着滚出去，一边扑向克里斯。赶来的杰里米迅速制服了他。就在被按倒的瞬间，克里斯认出了他，这个男子不是别人，他正是被杰里米抓走的安德烈。但这份清醒转瞬即逝，经过米西的治疗，他又变回那个苍老傲慢的人，吹嘘着根本不存在的智慧离去。聚会厅里，迪恩正在主持一场诡异的宾果游戏，这本是养老院常见的消遣，此刻却成了暗藏玄机的拍卖会。迪恩比划着手势，身旁放着克里斯的照片，台下宾客不断举牌竞价，最终那位盲人美术馆老板以4000万的价格拍得了克里斯。与此同时的湖边，克里斯被罗斯的眼泪攻势击溃，他再次选择相信这个深爱他的女人，他们相拥而泣，约定一起逃离。而克里斯不知道的是，就在他们互诉衷肠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明码标价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家盲人老板。在克里斯那里，原本可以称得上白人的良心，现在形象碎的更是彻彻底底。最令人感叹的是，在场白人举起的牌子上面，每一个人都连成了一条线，每一个人都是宾果。这也就是说，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赢家，因为这些特权阶级并不需要去遵循游戏规则。为什么这场游戏中非要有人输呢？每个人都赢不可以吗？他们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赢，因为在这场现实的游戏中，输家肯定会另有情人。克里斯刚刚跟女友一起许下了一起离开的承诺，当他们再次回到家时，聚会已经结束了。杰里米靠在门边弹着一些零散的音符，其他的成员则盯着克里斯，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就好像他们对于克里斯这次的表现十分满意。回到房间后，克里斯立马就把他之前拍到的照片发给了好兄弟罗德。罗德一打开便认出了有过一面之缘的安德烈，可正当二人激烈讨论时，电话突然断线，没电了。但刚刚克里斯的手机明明还是满电状态。就在此时，碰巧罗斯又走了进来，这难免就会让人怀疑他一直在旁监听。但这时的克里斯来不及多想，他只是催促着罗斯赶快收拾东西和自己一起离开这里。就在罗斯起身去拿包的空隙，克里斯注意到了那扇打开的门，这扇门从头到尾一直敞开着，那明明就是一个罗斯吸引猎物的陷阱。克里斯这次终于走了过去，当他看到乔治娜和沃尔特都出现在罗斯的照片中时，也清晰地意识到了危险。原来自己的枕边人才是藏得最深的敌人，但他还对女友抱有最后一丝幻想。而且仅凭这几张照片，他还无法将自己脑中最糟糕的猜想当作事实。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想尽办法离开这里。于是克里斯也开始演了。可就在他下楼的时候，阿米蒂奇一家已经早早在此等候。他们一边质问，一边逼近克里斯，并把他和把用于逃离的车钥匙完全隔断。克里斯的反抗在一瞬间哑火了，就像是一头被逼到角落的鹿，径直地冲向了黑洞洞的枪口。反抗和呼喊被轻而易举地消解掉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剥夺。再次醒来时，克里斯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地下室，他的手脚都被固定在刑具椅上。正当他奋力挣扎的时候，电视机突然亮了起来，迪恩的父亲老阿米蒂奇出现在了屏幕里。他开始向克里斯介绍起家族引以为豪的凝固术，这个拉丁语在古典炼金术中经常会用到，意义为当一种草药或物质被净化和溶解时，他的灵魂或精神就会从身体中被分离出来，身体中的杂质被清除，这也就使得身体可以与灵魂重新结合。
这就是电影中阿米蒂奇一家凝固术的操作流程，让克里斯陷入沉默之地是溶解的过程，而把白人的脑子换进黑人的身体则是凝固。克里斯在被迫听完老阿米蒂奇的介绍之后，电视上突然出现了搅动茶杯的画面，克里斯也就像是被触发了开关一样沉沉睡去。另一边，在克里斯被抓之后，好兄弟罗德此时已经隐隐察觉到了危险，于是他便开始整合克里斯告诉自己的信息，并着手调查此事。虽然他并没有收集到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但他还是选择去报警，想要尽快营救陷入危险的克里斯。可同样是黑人的警察并没有轻易相信催眠这种不着边际的论述。紧接着报警失败的罗德只能自己着手调查，他给克里斯的女友罗斯打电话，希望能从中套出一些有用的信息。但对面的罗斯也并不傻，他一边装出惊慌的声音，一边还在不断的编故事。罗德很敏锐地察觉到了对方的说法漏洞百出，可就在他准备将其录下来当作证据时，罗斯却又立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开始给罗德下套。尽管他的声音传达了丰富的情绪，但实际上电话那头的罗斯实则是面无表情。他对自己的骗术和演技十分自信。当罗德在外界展开营救行动时，克里斯仍被困在地下室与命运抗争。当他再一次睁开眼睛时，电视屏幕突然亮起，显示出盲人美术馆老板的面容。对方以温和的语气解释着整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仿佛在讲述一个学术课题，而非一场残忍的掠夺。就在绝望即将吞噬克里斯之际，他的指尖触碰到扶手破损处露出的棉花，这一触感唤醒了他深埋的记忆。他想起了棉花种植园里黑人劳工佝偻的背影，烈日下挥汗如雨的屈辱历史。这一刻，克里斯彻底认清了白人丑恶的嘴脸。他将棉花塞入耳中，切断了催眠的通道。手术台上，克里斯佯装昏迷，在杰里米靠近时突然暴起，将其击晕。随后赶来的迪恩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克里斯用鹿角标本瞬间秒杀。在一开始迪恩带领他参观房子时，克里斯就发现了阿米蒂奇家族收藏了大量的鹿头、鹿角标本，没想到这次竟然派上了用场。克里斯逃出地下室，返回楼上准备逃离。刚上来，他就发现了惊慌失措的乔治娜。他没有选择报复，而是径直寻找通讯工具。可就在这时，克里斯又迎面撞上了米西。见此情形，他没有过多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便打碎了米西用来催眠的茶杯。在处理了对自己危害最大的茶杯之后，他并没有主动去攻击米西，而是一直到米西抓起剪刀刺伤了克里斯之后，他才选择了回击。就在克里斯准备离开时，杰里米突然又从背后冲了出来，并对克里斯使用了他的看家本领裸脚。这对于一个具备柔术基础的人来说，裸脚是不太可能让克里斯逃脱的。但是杰里米的动作只能展现出他柔道技巧的缺陷。克里斯敏锐地发现对方每次都会用右腿踹门，于是设下陷阱，瞬间完成了反杀。拿下厮杀的克里斯拿到了车钥匙后，就迅速离开了这里。罗斯此时还没有察觉到家里人已经快要死光了，还在不紧不慢地帮自己物色下一个对象。克里斯被抓之后，罗斯立马就将所有照片又拿了出来挂在墙上，像是猎人在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一样。克里斯在开着杰里米的车出逃之后，立马选择了报警，但车刚一拐弯，却又迎面撞上了乔治娜。原本克里斯是可以直接离开的，可望着地上身影的身影，克里斯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再加上克里斯明白这一切的真相，他非常清楚乔治娜只不过是一个灵魂被驱赶，并且身体被挤占的可怜人。他最终选择了带他一起离开。此时罗斯终于听见了远离的响声，他此时才意识到事态失控，持枪追击而来。沃尔特，或者说是占据这具躯体的老阿米蒂奇，凭借长期锻炼的体能很快追上车辆，没几步便将克里斯扑倒在地。克里斯在被抓住后突然急中生智，拿起手机便对着罗曼拍了一下，和之前唤醒安德烈的方法一样，闪光灯短暂地唤醒了沉默之地中的沃尔特。此时只剩下了克里斯和受伤的罗斯，输赢似乎已经没有了悬念。可就在克里斯准备杀死罗斯时，罗斯的脸上却露出了十分诡异的微笑。克里斯逐渐放开了手，可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警笛，警笛声由远及近，罗德的身影出现在晨光中。镜头从克里斯染血的面孔切换到公路尽头的晨曦，背景是逐渐清晰的呼吸声。克里斯最终驾车驶向远方，但道路尽头等待他的究竟是自由，还是另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无人能够断言逃出庄园的克里斯能否真正逃出系统性种族主义的绝命镇。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过鹿和鹿头标本，因此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在这部电影中似乎鹿这个符号就代表着黑人，而在现实中黑熊鹿 Black Buck 也是一个对于黑人的蔑称。因为在过去的白人看来，这些黑人肌肉发达、鲁莽、愚笨，同时暗示黑人对于白人女性有更强的性吸引力。
而且他们在身体对抗上也更占优势。迪恩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喜欢鹿，但他的家里却挂满了各种鹿的装饰品，这很明显就是为了体现他的猎人身份。而他所狩猎的自然就是被称作为鹿的黑人，但最后克里斯用一具被夺走灵魂的标本成功击杀了他，其实也就凸显了黑人的反抗力量。真正的恐怖不是血腥暴力，而是压迫体系如何让受害者成为共谋，让施暴者戴上仁慈面具。每一次对政治正确的轻信都可能成为新的绝命镇围墙。当我们谈论种族主义时，总想象着锁链鲜血与火把，但逃出绝命镇揭开了更恐怖的真相。那些夸赞你基因的宴会，那些仰望你身体的派对，那些用政治正确包装的凝视，正在将人异化成可拆卸的器官盲盒。上层人的善意是新型麻醉剂，他们一边高喊平等，一边用催眠术挖空你的灵魂。而最致命的是被同化的黑人管家，他自愿戴上微笑面具，成为猎杀同胞的帮凶。这不仅是恐怖片，更是一份现代奴隶制的诊断书。当压迫披上文明外衣，反抗者反而成了破坏和谐的疯子。或许真正的绝命镇从来不在郊外，而在我们亲手搭建的精神牢笼里。今天的解读就到这里，看电影找驰明，带你一起看懂每一部烧脑悬疑的好电影。